嘿，好。嘿，大家好，我是宇王，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开箱英文录。今天我们来开箱一台比较有意思的迷你主机准系统Minis Forum B550。这台迷你主机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它自带了一套显卡扩展坞它既可以本体单独使用，享受它的小体积便携性，也可以插到扩展坞上面连接强劲的独显去运行高性能要求的游戏或者是软件。而且这个扩展坞看上去是走完整的 PCI 通道的不像雷电接口的扩展坞那样带宽只能是 PCI 乘以4就导致独立显卡的性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而且因为没有了雷电芯片和授权费，它的扩展坞比较的便宜本质上就是一个架子加上 PCIe 延长线，它本体含散热器的准系统，连上扩展坞的一套活动价才1400，大牌子的雷电显卡扩展坞都不止这个价了。它也有成品的整机配置我作为 DIY 玩家呢，肯定是要买准系统的反正都是要拆的。根据商品详情页的说明它里面的主板是 B550芯片组的，毕竟名字也叫这个。因为想本体单独作为迷你主机使用的话，肯定是要用带核显的处理器。AM4目前最好的应该就是5700G 了，正好我之前也没有玩过，顺便也搞回来了。盒装算上618优惠的话，是1500出头到手。这次的迷你主机的品牌是 Minis Forum， 他们出过很多的迷你小主机，他家产品在京东上面有卖，有官方旗舰店，但是连中文官网都没有。这个商标原本是一家香港公司持有的，但是我最近查了一下，这家公司好像解散了。现在看官网的联系地址，到就还是香港。他家的产品在国外也有知名度，给我的印象就好像是那种专门给老外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众筹产品的公司。大陆地区不知道是自己经营的还是代理的，总之希望质量和售后靠谱吧。目前已知的情报应该共享完了，来开箱。好，先开本体，出来了 Elite Mini Series 精英迷你。联系地址是香港的。这个厂家地址在深圳，型号 B550加无 CPU， 这个包装看上去还可以。New Gen Elite Mini Computer， 好多字不想看。Warning， 好多字不想看。纯色的 Minis Forum， 还送了一个箱子，就方便你带出去是吧？把主机。HDMI 视频线，供电的一个转接线吧，应该是。胶条好像是粘在机器底部的，一个不知道干嘛用的架子。哦，我知道了，底下这一块就是那个扩展坞吧，是吧？又一个不知道干嘛用的架子和不知道干嘛用的架子。好，这显卡扩展坞以及再一个不知道干嘛用的架子，没有了。包的有点紧，这个尺寸比 Intel 那个 NUC 是要大上一圈的，跟华擎那个 Desk Mini 应该差不多吧。这个包的这一边还有东西的，电源适配器，深圳市所源科技，120瓦功率还挺大的，电饭锅线，没有了。好，那么来看看本体的外观，整体弧线处理比较少，直边和斜线的图形比较多，做工细节看上去还算精致。同时为了保证散热效果，全身上下除了正面以外，开孔都是比较多的。顶盖材质应该是塑料的，边角上面有品牌的 logo， 上面的白色塑料条从宣传图来看是带灯的。侧边正面 Powered by AMD。左边全是散热网孔，边角这个按钮是 BIOS 重置，这个倒是挺贴心的，不用开盖拔电池。右边也有大面积的散热网孔，然后还有一个带螺丝的盖子。拧开之后能看到 PCIe 金手指，这个就是用来连接扩展坞的了。背后 I/O 接口数量还挺多的，光纯视频输出接口都有3个了，有线网口还是 2.5G 的，以及没有外露的 WiFi 天线。看商品介绍是有 WiFi 6的。底部4个脚垫里面是有螺丝的，应该就是从这里开，然后还能看到2个大胶塞掀开之后，里面是供电相关的插头连接底座的时候就是靠这里供电的。这2个螺丝应该就是和底座固定用的。这边还有一个槽，应该就是用来收纳这一块拆下来的 PCIe 槽的挡板的。Perfect， 设计还是挺细心的。接下来我们拆开主机来看一看。
这个螺丝有做防脱的设计，好评。底盖是塑料的。打开底盖之后的第一层就已经能看到很多扩展位了，2.5寸硬盘位，2个 NVMe 插槽以及无线网卡的插槽都在这里。这2个就是刚才看到的供电接口。自带的无线网卡是联发科的 MT7921，查了一下不咋地，对无线传输速度有要求的同学自己去买 HR200 或者 HR210吧。然后把这一层 PCB 提起来看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卡扣挡住了 PCIe 槽。哦，就只有一层而已。要想将底盖完全分离，还得先将 WiFi 的天线给拔了，有一点烦。直接将整个网卡给拆了吧。上盖内部还有一层金属壳，整体强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要取下散热器就需要先拆掉背后的2.5寸硬盘支架。在这种小体积的设备里面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打架的情况。我们自己开发过 ITX 机箱，就非常熟悉了。这里的散热器安装孔位不是 AMD 标准的，而且这个背板上面还有用来固定2.5寸硬盘架的螺丝孔位。这个散热器想更换，恐怕是有点难搞了。这个背板是粘住的，不会自己掉下来。 散热器是4根 L 型的肉管，还预涂了硅脂，挺贴心的。不过从侧面能看到，散热器比较的薄，鳍片的展开面积不会太大。风扇也是9公分或者10公分，这个散热器的整体解热能力应该不会太强。供电模组懒得拆开散热看芯片了一眼看过来就强不到哪里去。考虑到电源输入和散热模组的限制这个供电设计也算是正常。CPU 5700G 应该差不多就是上线了，能带好就已经不错了。 CPU 插槽这里就不用介绍了吧 ，AM4 已经好多年了。最后这里能看到内存槽是笔记本规格的，体积限制没有办法。OK， 那么我们就开始装零件，给它拼成一台完整的电脑。首先是 CPU，是前面说过的5700G，这里上面有写是内置显卡。我想想，好像很久没有买过 APU 了，总觉得后来出的 APU 性价比都不太高。CPU 5700G。 还自带一个散热器，不过这一次用不上。我为什么这么熟练？我到底插了多少次了？内存条这一次我买了2根英瑞达的笔记本 D4 3200G， 台式机英瑞达 C9颗粒的内存挺好抄的，所以这个我也期待了一下虽然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颗粒。不说了，撕开来看一下。 D8CJX， 这什么东西啊？希望能抄吧。试一试原装硅脂的表现。下压式散热器、供电模组和主板芯片组的散热都有覆盖到，就是不知道会不会串温。 这个主板取出跟放回去的过程实在是不太愉快。说明书里面我也没有翻到主板的拆装教程，应该就不是我的问题了。我是怎么取出来的？なるほど。本来我想装影池的 PCIe 4.0的固态的，但是我发现这个东西它太大了，进不去。拿个1TB 的英瑞达 P5 将就一下吧。好，我们来把这一堆不知道是干嘛用的架子给它拼一下。 这里有一大堆带编号的螺丝，然后安装说明在这一页，使用的螺丝编号在这一页。为啥放不平的呢？是桌子的问题吗？这个应该是显卡的 I/O 口，显卡槽的小挡片，还要贴脚垫。这几个好像是电源的安装孔，那我把胶条贴上去之后，不就拧不到螺丝了吗？还得自己挖个洞是吧？不管了，先贴上去再说吧。
这里还可以贴一片亚克力板挡一下它的螺丝孔。220伏电源延长线啊，这个东西我们就很熟了，我们机上也是有的。噔噔，显卡扩展坞安装完成。总的来说，这个东西的组装还是比较简单的。最后这一片不知道干嘛的支架是显示器背后的 VSA 孔位的迷你小主机挂在支架。好，那么就将这个本体和这个显卡扩展坞给它合体一下。插槽在这里跟这个怼一下。哦 ，OK， 然后上螺丝固定在这个地方，这螺丝还挺粗的。接下来接一下供电线啊，当这台迷你主机单独使用的时候呢，是要使用上面的这个 DC 供电接口，使用它附送的这一个供电器来进行供电。但是当它和底座合体了，想要使用独立显卡的时候，就不能再用这个来供电了，要使用独立的 ATX 电源来进行供电。啊，它还有单独配一根电源线啊，是用在这个外装甲背包模式下啊，给这个本体供电的。首先是插到底座的这个地方，然后穿上来，这里打开，捅进去。OK， 这边东西就这么吊着，有点怪怪的。不管了。接下来装这个传说中的 ATX 电源，用来给这个显卡以及这个本体供电。因为这次是开放式平台，电源是裸露摆放的，进虫子、受潮之类的风险比通常在机箱里面时大一点，所以电源这里我使用了主打安全防护功能的超频山新出的7防星 GI-K750电源啊。然后既然是新电源落到了我的手里，当然是要顺便上设备测试一番的。7防星 GI-K750是一款750瓦 AT Plus 金牌100到240伏全幅电压全模组 DC-DC 5年保修的电源。它和满9之前做过测试的超频3 7防星 P 系列是相同的概念，里面也是灌了高导热性能的硅胶，通过让硅胶将整一个 PCB 包起来，实现包装上面宣称的7防效果，也就是防虫、防潮、防尘、防震、防腐蚀、防静电、阻燃。然后这次新的 GI-K 系列算是原本 P 系列的青春版，功能上有一定的精简，价格也便宜不少，更加的亲民。我这只是从京东自营上面购买的，并不是由超频山官方提供。750瓦版本首发优惠价格是649元啊，后续价格基本上都在699，经常会有一些促销活动是低于1块1瓦的。电源整体采用了黑色和金色的搭配，侧面标签上有一个大大的金边盾牌，标注了7防星安全电源，突出了这款产品的卖点。同时旁边可以看到，超频山官方是把 GI-K 系列定义为7防星电源系列中的战斗版。风扇和侧面这次没有了 RGB， 不过风扇网格的设计看着还挺顺眼的。电源长度为15公分，虽然比 ATX 基础的14公分长了一点，不过对装机兼容性的影响不大。电源接口旁边这次没有了风扇启停模式的调节按钮，但风扇智能启停模式还是存在的。根据商品详情页的说明，20%负载下会保持停转，也就是没有声音。线材包括24拼，全部都是扁平线，方便走线好评。提供的线材数量也基本上能满足750瓦的需求。从名牌上面能看到，这款电源是单路12伏输出，现在终于成为主流了。剩下的地方标注都是比较正常，没有发现什么毛病。通过三星信息查到代工厂是东莞市汇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帮超频3代工过不止一款电源，现在大陆能做金牌转换率的 PC 电源的厂家是越来越多了。接下来是性能测试部分，电压稳定性表现非常不错，正12伏和5伏线路的最大偏离只有1%点几，剩下的3.3伏和5伏待机最大也没有到3%。转换率也是非常的优秀，和115伏白金线只差了非常小的一点点。最大文波表现，即使是支路加满，3条线路最高也只有10几毫伏，输出稳定性可以说是比较优异的了。不过保持时间的表现就差上一点，100%负载时正12伏线路只有13毫秒左右的保持时间，达不到英特尔标准的要求，不过可以满足国标的基础要求，估计主电容的容量也是小了那么一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5伏和3.3伏的保持时间特别的长，去到了40-50毫秒。然后这次我们又引入了新的设备，大家多年来一直期待的噪音测试终于可以做了。之前不能测噪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仪器远比电源要吵得多，电源没有负载仪又不能自己独立嗨到满载。这次我花了合计超过7000块钱去定做了一套最大2000瓦的线性电阻的负载箱啊，然后最重要的是它的散热风扇是可以中途手动关闭的，并且可以在高温报警前无风扇工作个几分钟这样子啊，这样就可以测出电源自身的噪音了。
我们在室温约28度的情况下，分别在大约25%、50%、75%、100%这几个档位上，对 GI-K750 进行了20分钟的烤击，然后在距离50公分的位置上记录下了音量。可以看到这个电源的风扇策略设计得比较的激进，25%负载时还是相对安静的，但是从50%开始就基本上是满转速工作了，噪音区到了58分贝左右。不过因为12公分风扇的声音比较低沉所以虽然分贝值高，但是听上去没有游戏本那么吵。同时 PC 电源正常还要放到机箱里面，所以实际使用中的听感应该没有数值看上去那么夸张。另外，这是我们第一次相对严谨的去测电源噪音，所以暂时没有别的做参考。后面测的电源多起来之后，应该就能知道超频3这个电源大致在什么水平上了。接下来就是拆解的部分了，和上次拆过的7防星 P 系列类似，打开上盖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因为整一个主 PCB 都被硅胶包了起来，要铲下来还是有点麻烦的之前看某电源品牌就经常发一些售后的图，经常能看到小虫子进到了 PCB 底部，导致一尸两命的，硅胶全包起来应该就能减少很多这样的情况。同时硅胶对元件也有一定的固定作用，估计烧焦的概率也能低一点。这个电源的方案是目前这个价位比较流行的主动 PFC 加半桥 LLC 加 DC-DC， 模组子 PCB 还是用的转接线，属于比较传统的设计，之前的 P 系列都是已经直接焊到主 PCB 上了。风扇来自 BOK， 也算是电源风扇中比较常见的品牌了。主电容来自台湾灰尘，从前面的保湿时间测试已经可以知道容量确实是小了点，其他的电容以灰尘和大陆晨星的为主。比较好的地方是我看到的基本都是105度的，耐高温表现会比较好。子 PCB 上面有特别多的电容，电容主要来自晨星，应该就是纹摸表现很好，同时支路保湿时间特别长的原因吧。因为大面积高导热硅胶的存在，整个外壳被当成了散热器，所以2次侧这一边就不需要再加装大块的散热片了。芯片很多埋在了硅胶之中，不过 LLC 的芯片基本上都是那几个，看不看其实也差不多。能看到的之中 ，MOS 管基本上使用了大陆本土厂家的产品。PCB 反面的做工还可以，只有走大电流的位置能看到一些堆积。总结 GI-K750 这款电源输出性能不错，纹波很低，电压稳定性比较好，转换效率在金牌中也是属于优秀的一档。另外，硅胶灌注这个新概念玩法可以减少故障发生，提高了产品的安全性。缺点是12伏线路的保持时间短了点，以及风扇的策略比较的激进。如果后续能够搞一搞活动，价格再降下来那么一点，会是非常值得考虑的一个型号顺带一提，因为这个东西它拆了就没有办法还原，所以我实际上是买了2个。等一下，哪个是拆过的来着？对一下序列号吧。是这个没说了，来插线，然后就是说这个电源的风扇只能朝着显卡这一边咯。接下来我又发现这个支架和这个电源插口的位置有冲突，会导致螺丝的孔位对不上看来这个扩展坞在设计的时候考虑的不是非常的完善。其他的一些电源也是会有类似的问题。还好这玩意是铝合金做的，就算能装上去，它这个孔位也是有点偏的。这个强度，接下来插线，主板24拼。CPU 供电。一开始我是准备用索泰这一张旗舰级显卡3.9英泰 PGF 的结果实际安装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顶着散热器装不进去，所以就只能勉为其难的用这一张双槽的公版的 RTX 3080了。看这个地方应该最多只能支持到2槽半的显卡，装一下，最后插上显卡线，收工。这个理线要理得好看，确实是有点难度成品的这个结构不正好就是标准的 A4 ITX 机箱的结构吗？电源风扇正好是显卡的尾气，3联系公版显卡的背后，它真的是有一个出风口的。组装完成之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在装了显卡之后，本体和扩展坞之间的里面的那颗固定螺丝被挡住了。如果显卡高一点，上面这颗也有可能被挡住。你要拆本体，就还要先将显卡取下来，还挺烦的。
而且装了本体之后，你要拆显卡的话，你手指还不太好摸到那个 PCIe 的卡扣，可能还得伸个东西进去挑一下。我试一下，如果不上这2颗螺丝，在装好显卡之后，能不能实现本体的这个单独拆装？抽出来，然后拔掉线。 好，倒过来再操作一次，先装本体，再插上面那根线嘛。这根线比较短，还是可以的啊，就是操作上啊，不能说是方便，而且没有其他的固定结构，稳定性应该会有一点影响。 2颗固定螺丝，只上上面这一颗应该也是可以的吧？但反正它的设计的目的确实是达到了。既然组装完成了，那当然就是来测一下它的性能表现了。单独的本体状态，也就是使用原配 DC 供电器的迷你主机状态，以及加上扩展坞的外装甲推进器背标状态，我们都进行了测试。 其中，那对笔记本内存条，我们的评测员小哥喝了不少茶（括号他不抽烟），但是也只能超到3600 C18 20 20 36 3800加到 1.5 的电压都不行，就不折腾了。估计英瑞达生产这对笔记本内存条的时候，也没有想过会有人拿它来超频吧。 然后是 PBO 设置的问题，正常人用锐龙处理器肯定是会开 PBO 的，但是在这台小主机上面，因为供电限制的问题，不能开得太高。 我们测了3组数据，前2组是分别在本体单独使用状态和扩展坞状态下测的。测试时 PBO 开 Advanced 模式，再把下面的参数全部设为 Auto。这个设置实测比关闭 PBO 会强上那么一丢丢。Advanced 模式下有比较多的参数可以调，这里还涉及到了 CPU 和主板体质的问题就算我们调好了，对大家的参考价值可能也不大，就不折腾了。 第3组就是在扩展坞模式下，将 PBO 开到 Enable 模式后测得的数据。这个 PBO 设置下性能的提升还蛮大的，但是本体搭配原装供电器单独使用时，双烤会黑屏。扩展坞模式跑 Crossmark 也会卡死，不太稳定。只是跑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平台大致的性能表现。实际真买了这个东西回去，大家可能还是要花时间调一下 PBO 的参数。好，那么来看一看成绩 CPU 部分，在 PBO Advanced 自动参数模式下。 多核性能基本上和桌面端的 i5-12400以及 R5-5600X 接近，单核要比12400弱个10几20%。同样的 PBO Advanced 自动参数设置下，扩展坞模式这边的性能会更强一点。根据测试项目的不同，差距有大有小，在比较靠谱的项目中差距不大。 PBO 开 Enable 之后 ，CPU 的多核性能提升有10%几，这个性能表现和我们网上查到的发挥比较完全的5700G 性能是相近的，而单核性能在 PBO 开 Enable 后基本上没有提升。核显那边我们在本体迷你主机模式下简单测了一下毕竟扩展坞状态就不拿核显打游戏了，单看 3D Mark 跑分它还不如 1240P 的核显不过大家都知道 3D Mark 分跨平台是没有办法直接对比的，还是要看游戏。 在 CSGO 1080P 最低画质测试中，小主机里面的5700G 层级和笔记本里面的6600U 基本上一致，比 1240P 核显还是强挺多的。Dota 2 1080P 最低画质则是3台机子比较相近，大多数情况下6600U 的表现最好，看显卡占用好像都不怎么满，这里只能认为是单核性能的限制了。 古墓11 1080P 低画质5700G 勉强能达到30帧，这个核显玩一玩低要求的老游戏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是和主流独显差距依然是相当之大跟6800U 上面那个核显应该也是没法比。然后是在扩展坞下带3080独显的表现，在系统里面能看到3080跑在了 PCIe 3.0×16模式下对于3080来说，我们之前测过3.0、4.0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以及我们找了一台 i9 12900K 的平台来做参考代表3080发挥得比较完全的状态。为了不要太欺负人12900K 我们跑的是墨屏，内存也是 DDR5 4800。在 3D Mark 中，扩展坞带3080的显卡分和12900K 平台非常相近，只低了一点。PBO 开不同模式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差距最大的是多核优化没有那么好的GVD-11的 FS1 只低了3%左右。
然后当然还是要看实际的游戏测试，在吃单核的游戏，像 CSGO 和吃鸡里面，5700G 和 12900K 差距就相当的大啊。不过5700G 带3080也能实现 CSGO 500多帧和吃鸡200多帧啊，它也是相当之能玩的。两个 PPO 模式下帧数有一点差距，但是没有带来质的变化。单机游戏方面，一般更注重画面表现，画质开高之后就侧重于显卡的性能，所以差距也小很多，基本上也就差个10%这样。PPO 开什么模式影响不大，但反正想让3080完全发挥，确实是差了那么一点，感觉带一个3070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最后是烤机看一下散热和噪音表现，因为篇幅关系，这里只放最大压力的测试结果。首先是单独本体的迷你小主机模式 ，PPO 开 Enable， 单烤 FPU 20分钟之后 ，CPU 的温度稳定在95度的墙上，然后主板不知道哪个地方的传感器也显示是95度。i.64 里面显示的 CPU 功率去到了140瓦，不过输入功率它也是140。考虑到电源是有转换损耗的，所以肯定是 i.64 里面的功率识别它不太准，所以这里差不多是卡在了适配器的极限功率上，所以PPO Enable 设置下双烤才会黑屏。然后内部风扇转速去到了2200多转，这个应该是风扇的转速上限了，但是噪音它就只有40分贝出头，这玩意还是相当之安静的。外壳出风口是48度，内部散热器倒是能上到60多以及电源适配器也能上到47、8度要小心别烫到手。然后在 PPO Advanced 模式自动参数下，双烤输入功率只有100瓦出头，这个压力显然是还不如刚才那个单烤的所以 CPU 的温度也是相当之低，只有70多。扩展坞模式下 ，PPO 开 Enable 单烤 FPU 时，功率和本体模式下差不多CPU 温度也是卡在了95度的墙上面，风扇转速也差不多，外壳温度也是差不多。双烤的话，5700G 还是卡在了95度温度墙，功率也和之前的接近。用热成像仪看了一下，整个平台最热的地方居然是3080那个12拼供电接口附近，直接上到了90多度。那么就来到总结时间了。整体来说，它的性能发挥还有散热表现，其实倒是符合预期的。毕竟这么小的体积，物理限制这个东西，除非有什么黑魔法不然是无解的。然后是实用性方面，按照它原本的设计，特别是还配了一个包，我觉得应该是为了方便要带着小主机在家和公司之间来回跑的用户。我们工作室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天天带着 Intel 的 NUC 上下班。如果是文职，在公司可能不需要这么强的显卡性能摸鱼应该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吧然后有这个扩展坞的话再回到家之后就可以接上独显，加强显卡的性能，玩一玩3A 游戏啥的一机两用，资料也不用导来导去当然前提是公司允许你用自己的电脑并且还拿来拿去。相对于游戏本，优势就是价格还有这个可设计性它的劣势就是不能随时随地开机工作一定要有插座，还要接上显示器和键鼠才行。总之，它还算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思路有前面说过的需要的同学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这两个东西在合体方面能再方便一点就好了比如 CPU 和主板的供电线精简成只有一条，然后增加一个不需要上螺丝的非常方便快捷的固定机制。好，那么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习惯终身顺便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我是一王，下期见，拜拜。